伴随着一路狂飙，今年的开年大剧首部以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背景的电视剧，打造了近年来刑侦扫黑题材剧的创作新标杆，为今年的剧集创作迎来了开门红。该剧自开播后，街头巷尾热议不断，网上网下评论如潮。安心、高启强等一众正反派形象深深触动人们的心弦，引起了强烈的共情。一部剧能够成为爆款产品，除了演员无懈可击的表演、成功的人物塑造外，重中之重还需依靠过硬的故事情节，才能在这个肥皂剧泛滥的年代吸引到更多的注意力。而这一点，狂飙显然是做到了。本剧故事的发生地点设定在虚构的京海市，开篇以插叙和倒叙的形式，交叉叙述了2021年与2000年这两个时空沧海桑田的变化，展现了警察安心与黑恶头目高启强从曾经的友人到如今的正邪对立，成功为后续剧情埋下了伏笔，也奠定了本剧悬疑的基调。狂飙的故事以2000年、2006年、2021年这三个时间节点为时空架构，因此本剧可以看作是一个彼此紧密相连的三段式剧情故事。第一个时间节点的故事是这段故事终于第12集，香港黑帮时间主要聚焦于千禧年，完全是一路三段故事中的剧情最受观众推崇的一段。这个故事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大反派高启强的发家史。内容侧重描述了高启强从一个备受欺凌的鱼贩子，意外被卷进黑帮内斗，继而扳倒大佬徐江，因此深得黑道前辈太叔的赏识，而成为一方霸主的故事。这段故事颇具香港黑帮影视作品的风采，完全是一路狂飙爽到底的剧情，令人大呼过瘾。第13集到第26集是本剧的第二段故事，时间主要聚焦于2006年。同样让我们把视点放在高启强身上，这是一段关于他的争霸史，内容侧重展现了高启强与村霸李有天父子为争夺房产生意而明争暗斗，为寻求保护伞而与政府高官赵立东狼狈为奸。这段故事属于整部剧的高潮段落，精彩纷呈，紧张刺激的观感同样备受瞩目。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本剧分割明确的剧情就不禁会令观众将其进行比对。在普遍的评价中，第二段相较于第一段稍显逊色。犯罪分子从草根逆袭到意气风发，自然就避免不了最终的惨败收场，这是此类剧集弘扬正义的一贯叙事规律。因此，从定格于2021年的27集到大结局39集，堪称为高启强的陨落史。当中央的扫黑风暴来袭，无论高启强的势力多么的根深蒂固，无论他的保护伞多么强大，最终都不免一同身败名裂，被送上断头台。结果本剧在第26集，也就是讲完第二个故事就结束的话，那么从剧情的角度来讲，本剧可以一战封神。当然，从思想意义与审核机制的角度上来讲，恶棍逍遥法外，肯定不符合本国影视剧的制作常规。但一到第三段故事，确实出现了画风突变的情景，无论是人物关系还是情节设置，都和前两段故事相去甚远，感觉就像是有很多故事要讲，有很多人物线条需要梳理，又迫于某些因素而无法把故事讲清楚，把人物的情节线梳理明白，于是就匆匆结尾了。烂尾的收场广为观众所诟病，拉低了剧集的整体观感。虽然如此，但如果结合本剧的政治主题，第三段故事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剧情需要的。这也正是有了第三段的故事，才能够在剧情和主旋律之外，给观众带来更多情的美中不足，并未能遮掩人物塑造的亮点。尤其是作为反派角色的高启强，虽然作恶多端，但却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普遍观众喜欢高启强，并非崇尚他的恶，而是在他的身上窥见了同为普通人的自己。最初的高启强只是一个饱受压榨的普通卖鱼贩，为了保住赖以为生的摊位，面对市场管理人员唐氏兄弟的无理索求，
他也只能委曲求全，几乎倾尽所有积蓄购买一部昂贵的电视机去讨好他们。结果因为电视机的档次不够，引发冲突，反而导致高启强遭到唐氏兄弟的侮辱和殴打。高启强这样的经历堪称当时社会的一种写照，这是多少普通人民也曾亲身经历过的痛苦。人性本恶的一面在社会上营造出来的不良之风，让很多底层人民都饱受压榨，却又无力反抗。高启强在黑化之前是一个为生活而努力奋斗的老实人，父母双亡的他一心只图养活弟妹，这便是他最大的夙愿。甚至就连一碗猪脚面，宁愿自己喝汤，也要把主食分给弟弟和妹妹。当弟弟妹妹都成功考上了大学，生活终于有了奔头，当然也期望自己的买卖得以更上一层楼。然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理想终究是不堪一击。高启强那么的卖力生活，却要因为市场上混混的几句话而卑微低头。作为反派的高启强，在情感上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演员张颂文演活了这个坏的可爱的人物。一部优秀的作品塑造的人性应该是多面的，而不是非善即恶。就如我们生活中，谁又能去定论身边所熟悉的人，谁是彻底的好人，谁又是彻底的恶棍呢？所以说，高启强角色塑造的成功，是得益于他有着一定的生活化、写实性的风格。为了对付强敌，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去伤害一条无辜老百姓的生命。同时，为了恩情，他也可以容忍对立分明的警察安心。安心视他于微时，曾给予他的关怀和帮助，高启强一生铭记。所以，有机会杀掉安心时，他却无法痛下杀手。即便安心与他正式为敌后，他也会避免与之正面交锋，甚至还苦心撮合妹妹高启兰与安心之间那点似是而非的情缘。恶中有善，其实也不止高启强，剧中的众多反派都有着温馨的一面。例如徐江这条狂妄至极的疯狗，爱自情深；冷血杀手老莫为了女儿的幸福甘愿付出一切；残暴嗜血的奸商蒋天为了妻儿的性命慷慨赴死，诸如此类等等。高启强，你喜欢高启强的观众并不吹捧高启强的恶，也不原谅他犯下的所有罪行。高启强虽然火了，但恶从来都没有被弘扬开来。我就是拿着这狂飙这部剧之所以爆火，正是在众多人物身上展示了多方面的人性。即便很多正面人物也都不免有着善恶之间的人性纠结，仿佛那黑与白、善与恶，很多时候都只是一念之差而已。央视也曾这样评价：以恶拷问人性，引发对善的反思，给坏人的故事留出足够的创作空间，这是影视剧创作的进步。在反派角色高启强的强大光环下，作为男一号的安心就不免遭到冷落，甚至不讨喜，普遍被评以真实感不足。的确，安心这般几乎完洁无瑕的好人，在中国影视剧中已是司空见惯，观众出现审美疲劳亦是人之常情。但客观来说，安心这样的主角却也是影视剧中永远不能或缺的人物，他的存在有其一定理想意义上的必要。如果单以真实性去论定文娱角色的失败之处，实在有些偏颇。由张译扮演的人民警察安心，在剧中是一个带有浓厚悲壮色彩的人物，他或许不太真实，但绝对生动。为了惩奸除恶的理想，安心的所施几乎是全方位的。因其不屈不挠的职责作风，他遭到保护伞高危的打压，在工作中备受排挤，惨遭边缘化，失去了大好前程。为了恋人孟玉不被自身所牵连，他忍痛割爱，甘愿一生饱受孤寂之苦。安心这个角色命名具有强烈的反义，他遭受的波折与情感冲击，何曾令他有过片刻的安心？寄予厚望的好友高启强踏上黑道，与他形同陌路，过命交情的战友理想，为理想而悲情牺牲。爱徒鹿晗秉承自己的作风，最终落得被藏尸水泥的下场。
这些都令安心无法安心，更无法改变他是要将罪恶势力绳之以法的决心。怀抱责任的英雄负重前行，内心需多么强大，才能坚守20年。这一切都让人们愈加感受到这位扫黑战士的艰难坚韧，激发起人们心中的疼惜与敬重之情。尤其是他那身处壮年却满头白发的模样，更加形象地令人们感受到了他内心所遭受的煎熬。对于社会的黑暗面，安心嫉恶如仇；对于社会的弱势群体，他有着根深蒂固的善良与怜悯。这个在观众眼中虽不太真实的人物，却是人们眼中的理想执法者。他对母亲惨死、父亲坐牢的小黄瑶给予了如父般的疼惜，以朋友的姿态，处处关怀照应着还是鱼贩子的高启强，总是担心他会再遭别人的欺凌。失去长性的傻子李青，在恶棍的起哄下惨被击毙后，安心怒不可遏的情感爆发，尽显他对弱小群体的深切同情。安心的温馨面在那些罪有应得的犯人面前，也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对于犯法入狱的老莫，他不惜以私人的名义自费去证明小黄瑶与老莫的父女关系，为心灰意冷的老莫点燃了改造出狱的希望。即便十恶不赦的犯罪分子疯驴子唐小龙在面临生死攸关之际，安心也会不顾自身危险拯救他们。这些又彰显了这位英勇警察伟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在高启强落网的结尾处，一身伤的安心默默地扶着这位与之争斗多年的强敌，却并没有表现出胜利者的优越姿态。在安心身上全然看不出寻常警察的威风慑人。张译的表演虽然自然平和，但他散发出的真诚和美好能为中国重警做以形象表率，这对于社会大众岂非一件美事？毕竟这部影视剧在各执法机关都备受推崇，主人公真善美的形象价值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影视剧作品不同于高艺术性质的电影作品，它必定会有造梦和娱乐性质的需求。倘若狂飙如一些写实电影一样，真实残酷的令人在几十个钟头之内都倍感压抑的话，相信绝大多数观众都会选择中途弃剧，那么它也就不会创下如此之高的收视奇迹了。品读经典电影，分享影视周边的有趣故事，光影穿梭机是一档内容丰富的影评节目。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